年纪大了，行房要坚持3不要，关键最后一个对身体不好勿莽撞。孙大爷今年61岁了，自从退休后，他和老伴的生活节奏变慢了，经常一起散步、喝茶，日子过得平静又舒心。有一天，孙大爷突然觉得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好像变得没那么频繁了，心里想着，是不是年纪大了，也该像年轻时那样多点活动。于是孙大爷开始不顾疲劳，每次感觉有时间就和老伴亲热。没想到不久后，孙大爷在一次行房后突然感到胸闷、气喘，甚至还有点头晕。可接下来几天，这种感觉时不时的冒出来。孙大爷心里纳闷，年纪大了，这种事真的还能像以前一样想做就做吗？年纪大了，像孙大爷一样，你有没有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？一，不要太频繁。年纪大了，很多人觉得性生活次数多一点就能保持年轻，觉得这是一种保持活力的方式。其实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正确，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，太过频繁的性生活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，还可能对身体带来负担。每次性生活对身体都是一种消耗，尤其是心脏、肾脏、呼吸系统等重要器官，都需要调动起来共同完成这个运动。年纪轻的时候，身体能迅速恢复，就算一天几次可能也没什么大碍。但到了年纪大了，器官功能开始减弱，恢复速度明显下降。如果频繁进行性生活，身体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时间，器官的压力就会逐渐累积。其实，身体的耐受力是有限的，尤其是一些心脏不好的人，性生活过频会加重心脏负担，甚至有可能引发突发性疾病。年纪大的人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脆弱，过多的刺激可能会引发猝死的风险。过度的性行为有关，身体可能看似健康，但内在的损耗是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的。所以不要过分依赖表面的状态，要对自己身体的极限有清醒的认识。身体健康是靠平衡来维持的，性生活也不例外。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喜欢晚间进行性生活，夜晚本是身体休息的时间，频繁的性行为可能会扰乱生物钟，导致失眠、头晕等不良反应。最好的方法是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，合理安排性生活的频率。通常来说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性生活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2-3次，这样既能保持一定的亲密度，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。2，不要太激烈。年纪大了，身体的柔韧性和肌肉力量自然下降，很多人自己没有意识到，还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。其实，年老时的性生活更像是温和的运动，过于激烈反而可能带来一些意外伤害。激烈的动作会让肌肉和关节承受更大的压力，尤其是对骨骼已经变得脆弱的老年人来说，更加危险。如果不小心在性生活中用力过猛，骨折、关节扭伤等问题随时可能发生。很多老年人可能在性行为中忽略了这一点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动作灵活，却不知道身体的反应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。特别是在骨质疏松的情况下，一个简单的扭动就可能造成骨裂，这在平时是难以预料的。轻微的拉伤可能几天就能恢复，但一旦骨裂或骨折，恢复时间就要长得多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更大。同时，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也变得更加脆弱，激烈的动作会让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增加心脏负担。年轻时，心脏可以轻松应对这样的压力，但年纪大了，心脏的负荷能力会降低，过于剧烈的运动可能会引发心脏病发作，甚至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性生活中的动作不需要复杂或剧烈，适当的节奏和轻柔的动作反而能够带来更舒适的体验。很多老年夫妻会发现，随着节奏变得缓和，双方的亲密感会增加，体验感反而更好。激烈并不是增进感情的唯一方式，反而可能让身体承受不必要的压力。健康的性生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，动作温和，节奏舒缓，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身体，还能提升双方的感情。3，不要随便忽视身体信号。很多人年纪大了，往往会忽视一些身体发出的信号，尤其在性生活中，可能觉得某些不适感只是正常的疲劳或者一时的身体反应。其实，身体在这个时候发出的任何信号都不能轻视，这些可能是一些潜在问题的预警。
有的人在性生活中会突然感到胸闷、头晕或者喘不过气来，觉得休息一下就好，继续进行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，尤其是对那些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来说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任何涉及心脏的不适感都必须引起重视，立即停止性行为，静下心来休息。如果感觉持续不适，一定要尽快就医，以免出现更严重的情况。还有的人在性行为过程中感到疲倦、无力，甚至出现四肢发软的感觉，这并不是简单的累了，而可能是身体能量供应不足或者血糖波动导致的。如果有糖尿病或者其他慢性病的老年人，在性行为中出现类似的状况，尤其要警惕。有时候，老年人在性生活后出现剧烈头痛、恶心等症状，觉得可能是累了或者太过兴奋造成的，但这种情况也不容小视。剧烈头痛可能是血压突然升高导致的，尤其是在高血压患者中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老年人在性生活中要学会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，任何不正常的感觉都要立即引起警觉，及时采取措施。很多时候，这些信号是潜在问题的前兆，及时应对不仅能避免严重后果，还能有效保障性健康。性行为中的不适感，往往是身体在提醒你，它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，继续进行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保持健康的性生活，不仅要关注频率和强度，还要学会敏感地察觉身体的信号，做出及时的调整。4. 最后一个关键点，慎重选择时机，勿莽撞。年纪大了，身体机能自然不如从前，性生活这件事也需要更有智慧的安排。选择合适的时机尤为重要，不是每次都能随心所欲。有些人觉得，既然是亲密时刻，什么时候都可以，特别是在身体不适时，认为坚持一下就好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即便是偶尔一次，过度消耗也会拖慢康复的速度。所以，如果身体感觉不舒服，宁愿推迟亲密的时间，等身体恢复了再进行，这样才是对健康负责。情绪也影响着性生活的体验和效果。如果心情不好、压力大，贸然进行性生活，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，甚至让双方都感到疲惫。情绪不稳定时，身体的反应也会受到影响，可能会出现性功能障碍、疲劳等问题。因此，合适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同样是选择时机的重要部分。清晨往往是比较好的时机，这个时候经过一夜的睡眠，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休息，精力充沛。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，早晨的性激素分泌水平较高，勃起功能通常较好。选择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性生活，不仅能提升体验，还能减少对身体的负担。相较于夜晚，早晨的身体状态更适合亲密活动。有些老年人喜欢在吃完饭后进行性生活，觉得这时候比较舒适。饭后，身体的消化系统正处于高峰期，血液更多的集中在胃部帮助消化。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性生活，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，甚至出现胃部不适。特别是老年人，消化系统本来就较为脆弱，选择在饭后进行性生活会让身体的负担加重。年纪大了，性生活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可以随时随地，而是需要更理性、更科学的安排。对时机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好的体验，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只有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上，才能更好的享受性生活，避免让自己的健康陷入危险的境地。结语：性行为不该成为一种身体上的挑战，而应是双方都能舒适进行的活动。过于激烈的行为，尤其是那些认为激情能维系感情的观点，在年老时不仅不实用，还可能有害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老年人在性生活中必须学会听从身体的信号，任何不适感都可能是潜在问题的预警，不能轻视。老年人的性生活应以健康为前提，合理安排频率、强度和时机，避免莽撞行事，确保既能享受亲密时光，又能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。